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原来是川普取消了中美贸易高层会议啊。这个会议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会议来观察这个中美两国现在的关系啊，他们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之前其实双方都没有正式公布有个这样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一个既定的会议，就是在中美贸易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就已经定下来就是说每半年开一次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检讨这个过去半年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的情况，那么同时也是为这个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做一些安排啊，所以这个会议其实是一个既定的会议，不是说哪一方提出来，是本来这就是要开的会议啊。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就讲啊，他主动出来讲，他说是他取消的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就是原来是应该是中国那边是刘鹤啊，美国这边还是这个哼哈二将，一个是努姆钦财政部长，一个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啊。那么他是怎么说呢？川普总统说，他说他现在不想跟中国对话啊。然后他是到了这个亚利桑那州出席这个竞选活动的时候，记者问他说你会不会退出跟中国的贸易谈判？他说我会考虑我们看看将会发生什么啊。很多时候他都会这样啊。川普总统很多，当他说我会考虑然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说，你就当我啥都没讲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吗？很重要啊。谁取消的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啊。这里面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一开始传出来双方要开会啊，这个是既定的会议啊。然后呢，就再传出来说取消了啊。那么，而且当时的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这次会议取消，然后没有开的时间，就这次会议取消，然后再开的时间没有啊。那么我当时的判断是，我认为这应该是美国方面取消的啊。估计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下一个会议开始的时间，说明什么？说明应该是美国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可能没有得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在这次会议之前，美国放什么风？说中方提出来华为的议题啊，这肯定因为是当时这个消息露出来的是彭博社基本上是美国贸易代表的这个官方泄露机器啊，所以他们一定是美国那边泄露出来的。那么美国方面泄露出来肯定是不满意就是说提出这样的议题不满意，所以就放出这样的风来。那么结果后来呢所以当时的研判是美国方面取消的啊。后来呢，路透社出来说这个取消这次会议是中方提出来的，原因是北戴河会议没有结束啊。这个说法呢比较应景。而且是当时正好是北戴河会议，就理论上应该是当天就结束，就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最迟应该是星期日结束，因为李克强星期一就回北京开这个国常会了啊。那么最迟他得星期天结束，那么回北京开会，这合理啊。那么理论上来说，话说的也没错，但是从川普特地跑出来讲，说这个会是我取消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想让大家觉得
这个会是中方取消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向美国展示，他要告诉大家，其实我是很强硬的，我对中国的态度很强硬。他是出来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很强硬的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出几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会议来看出什么东西来呢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分析中美两国的立场和策略啊。那么第一，这次会议是个程序啊，已经安排好，程序上已经安排好的。那么这是一开始的安排好的事情啊，这是不存在中方也好，美方也好，双方谁跑出来喊的事没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非常积极啊。积极的原因是什么？中方不仅仅很积极要展开这次会议，而且中方希望把这次会议延伸到中美关系上面去啊，这是为什么？那么当然大家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就是中美之间翻脸，美国翻脸翻得更厉害一点，因为美国一直觉得中方在骗他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美之间翻脸翻得很厉害，厉害到什么地步？两个国家的外交部已经不说话了啊，用这个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话叫，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处于一个无线电静默期啊。无线电静默期就是大家你不发给我，我也不发给你，就大家不联系了啊，不联系了。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他觉得贸易议题容易突破，而且中方现在是急于改变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局面，因为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这样翻脸对他压力非常大啊，这是中国方面的积极的原因啊，积极原因。那么川普或者是白宫的态度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啊，正好相反，不想谈。不想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目前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气氛不适合谈啊，不适合谈。川普总统很清楚啊，那么在这种氛围之下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除了华尔街以外没有人高兴啊，就是华尔街高兴，除了华尔街以外没有人高兴啊，那也没有人会支持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不适合谈，就是这个政治气氛是不适合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来说，中美贸易协议虽然是他的一个政绩啊，那么他也不断的在讲，跟大家讲，那你看啊，中国在大量的买我们的粮食，买我们的商品，我们赚了好多好多的钱。但是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中国并没有按照约定进行采购，没有远远落后中方承诺的这个数量啊。但这个事情呢，对于川普来说是有点打落牙齿肚里吞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他必须讲，像复读机一样，一讲到中美贸易协议就中国买很多东西，我们赚大钱，他就是个复读机啊。但他心里很清楚，中国没给他面子，就没给他买那么多东西，没有那么多买东西，但他也没办法，他得硬撑啊。那么这个硬撑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川普就不会再相信习近平，也不会相信刘鹤。你想一下。他觉得他们骗了他，川普是觉得习近平也好，刘鹤也好骗他，让他没面子。那么川普肯定也不想跟他们谈，为什么？都不相信了，也是冒谈。就这两个角度啊。那么我讲过很多次啊，在中美关系当中，其实自从中美之间的这个我们讲过啊，政治基础
破裂之后，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破裂之后，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对美的外交战略当中，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什么一个把手，就是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协议其实现在从这个大框架来看，是现在中国牵制美国，主要是牵制白宫，甚至说具体来说就是牵制川普总统的唯一的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方没有按照进度进行采购，我觉得这是非常失策的，因为等于是什么？等于你把川普总统给卖掉了，你把川普总统卖掉了，中方的心思就中国人很容易明白啊，中国人很容易明白，就是玩花样，玩什么花样呢？你不是急着我要买吗？我就买少一点，我就专门买少一点，来求我啊，来求我啊，就这个态度。中方的态度就是玩这种伎俩，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什么？没想到的是，他一玩这个伎俩，等于把川普总统在美国人民面前给卖了。那川普是什么态度？川普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在你连实控我也得不到，我为什么跟你玩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说我取消的，他就是告诉大家，我是要保持强硬的，因为我既然没有从你这里得到实惠，我为什么不强硬一点？所以这就是川普总统的心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中方呢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把这件事情给耽误了，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想一下，你像在中美关系当中，中方有哪一件事情可以拿住川普总统？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科技、教育，哪样好？金融、人民币、汇率没有。中国手上没有一张牌能拿住川普总统，只有一张牌，就中美贸易协议。就是中美贸易协议，其实中国已经把这个中美贸易协议把它玩的最大化。可是你看，川普总统真的在香港议题上面他绕着走，川普总统说了算，说话算数，他真的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但是呢，你还不给他买，还直接让他晾在美国人民面前。川普总统其实每次讲到这个话，我觉得他心里是没底的，他心里是打着鼓的，而且我觉得他心里是在骂娘的。一问这个事，他就复读机读一遍，把那复读机读一遍，但心里是在骂娘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的这个小聪明打过头了啊，打过头了。那么下面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呢？我大概是有三个看法。第一个，川普总统会按照现有的路径，把后续的对华政策措施，原来部署的这一系列各个已经点着这个隐性的这些措施，一个一个扔出去啊，一个一个扔出去。他背后的这些强硬的政治势力啊，真的现在在白宫，或者是在白宫后面啊，强硬派的政治势力，那是主要的话语权，获得了主要的话语权。像蓬佩奥啊，像这些都是强硬派拿到话语权，所以他们在全力的推进各项政策啊，包括像蓬佩奥主推的这个净网计划，那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东西。你看现在国防部那边那派这个军机、派航母在南海、在东海，那保持强大的这个军事压力等等，都是非常强硬的啊。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背后强硬派的政治势力现在是占上风，而且获得了主要的话语权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方面是嘴硬身段软，就是寻求各个渠道想办法给美国递话啊，希望能够面谈，希望能谈啊。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不见、不谈、不信，三不。美国方面是三不政策。那么现在最困难的是什么？对中国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最困难的是无法预测美国在哪个地方开火，要干什么，搞不清楚，这个有点困难。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困难，因为你没办法准备啊，没办法准备。这是当然，现在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基本上没有力量开始继续就是保持持续的对外扩张，他已经没有这力量。这叫什么？叫强弩之末，就是他的力量到这里已经到末尾了，没那么大的力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开始，我们之前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节目讲，上个星期忘记了，大家看一下，星期一吧，中国开始进入战略退却。就是对外，我讲的是对外啊，对内没有战略退却，就对内全部都是强硬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就中美关系现在的情形，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那么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意外或者变化？有可能啊，就是说以现在的形势来看，会有一些偶发因素啊，这些偶发因素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全面的施加压力啊，一个军售，一个提高美台的这个关系层级，然后把台湾向这个国际组织拉，然后美台之间开始谈这个自贸协定啊，然后等等啊，军售等等一系列，美台关系现在是急剧的升温啊，这是干什么？这就是做给中国看的。就你不是说那个什么，现在还说是什么？之前不是解放军有一个什么将军说，哪一天美军踏上台湾，哪一天就是武统的那一天。那今天美国的这个叫什么大型侦察机EP3已经在台北降落咯，可以武统咯。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台之间每天都在做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你看现在美国的大型的侦察机在台北降落啊，在台北降落，这都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一块呢，在香港，我觉得下一阶段的这个叫什么惩罚制裁。估计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啊。好，我们继续说，川普呢，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新闻，一个他说了个什么呢？说了一个甲骨文啊，他说甲骨文Oracle 是一件好公司，他有可能接管 TikTok 的美国业务。那么之前呢是微软在谈收购北美、澳洲、新西兰的业务，那么现在是 Oracle 收购这个业务，现在到底是谁不知道，估计是 Oracle 有兴趣啊，应该是这个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川普总统说要在10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啊，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把制造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然后呢，他还会针对那些把业务外包给中国的这个美国公司取消他们的联邦合同等等。这个老实讲呢，川普总统一直想把制造业拉回美国啊，制造业拉回美国对川普总统来说，有一定的选票效应啊。为什么？因为白人制造业的工人是川普总统的铁杆，
所以他一直在讲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来，那就是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个不 make sense， 这件事情不 make sense。为什么？美国的成本太高啊！虽然我们说那个什么，福耀玻璃的老板把这个跑到美国来开厂啊，他是算了成本的，觉得在美国开厂比中国开厂成本低啊。我觉得他有些成本没算进去啊，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人权成本他没算进去啊。那么人权成本没算进去，所以他那工厂组织工会的时候，他都快疯了啊，他都觉得快疯了啊。所以对于制造业来说，美国的成本太高，这个不 make sense 啊，一定是不会发生的事情。虽然川普总统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会发生啊，不会发生。你说美国做高端制造业在美国做行不行？行，高端制造业可以，但是普通的制造业不行，没有意义。但是高端制造业其实不能带来太多的就业岗位，而且不是普通蓝领的岗位，那些高端制造业都不是普通蓝领，都是技术工人，很高技术的工人，而且有一定学历的技术工人。这种岗位不是普通蓝领能够胜任得了的。所以这一块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个政策不 make sense。这是一头啊，说如果你要指望，如果川普总统是指望把美国的制造业全世界拿回美国来，以这个为1000万个岗位，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他能做到这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总统继续攻击这个邮递投票。那么，但是从美国根据宪法。川普总统并没有权利决定各个州用什么方式来选总统啊，虽然他一直在骂这件事情啊，他说这个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舞弊啊等等啊，这是一个，大概就是这样吧。川普总统这边的新闻我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讲完了川普总统，我们讲讲习近平好不好啊？习近平18号去安徽视察，北戴河会议结束啊，我们理解北戴河会议应该是在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结束，然后呢就是习近平是18号就星期二到安徽考察，他去了哪里呢？去了阜阳市阜南县。阜南县有个王家坝闸王家坝应该是个水库然后去视察了几个乡镇，还去看了这个当地的这些，了解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的情况，慰问受灾群众。从现场的照片来看，就看不出有任何的水灾现象就根本就不像是视察一个灾区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呢？这张照片，习近平的照片，习近平看见没有？习近平视察灾民，这个灾民是一个中年妇女抱了一个孩子然后网友给我们爆料说这个中年妇女其实是什么？看见没有？就是穿着警服，看见吗？这个中年妇女是谁呢？这个女的抱孩子叫严静，是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在这严静。这个孩子也不是他的孩子，是从这个阜阳市的幼儿园选出来的一个孩子，就基本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全是群众演员，这里面全是群众演员大概这个这当视察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习近平也是有一阵子没出来就是说在之前，在开8月1号之前，
他出席了一个什么呢？出席了一个应该是北斗的这个仪式，然后在此之前再往前就没有，大概应该有2个星期没到地方走了啊。那么这是一个习近平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大概是1个月左右，或者是2、3个星期左右啊，就出去走走，大概是这样。就没有特别的指向。那么这一次呢，他就了解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的情况呢，就是拿来一写。因为这里面他视察的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看到有水灾的迹象，所以跟这个就是拿来一写，拿来一说啊。那么我们讲讲这个照片，从这个照片来看呢，习近平的精神状态还不错啊，心情看得过去，还挺好。那么身体状况也还行啊，也还行。我们之前看习近平有点胖啊，就是说之前的照片有点胖，今天穿的是短袖夏装，看得过去就还好，还行。那么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有很多的说法，其中2个核心的说法，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啊。第一个核心的说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核心的说法是，政治老人在北戴河会议提出来，要调整一下，调整什么呢？调整一下对外关系啊。那么不能够要解决一下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要改善，要想办法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所以呢，就是3硬3软，对内要硬啊，对香港要硬啊，宣传要硬。对西方要软，对美国要软，行动要软。行动要软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对抗，不要一不小心真打起来那就麻烦了。大概是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啊。这是一个北戴河会议第一个就是元老政治老人们开始说话然后调整中国的和西方国家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应该现在中国应该是开始要做这方面的调整，但是嘴巴要硬，宣传要硬，就是嘴巴上不能放软对内还是要硬，强硬，高压，否则高压。对香港要强硬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很像，我是觉得很像那个江泽民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受到了一些挑战，那么他可能有一些权力要放出去为什么？这就是中共的政治文化、政治逻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这是什么鬼？这里一个5毛，我消灭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迹象那么但是从今天从这个习近平的这几张照片来看，还好，就是应该是地位还是相当稳固的相当稳固的。当然不能从这个照片上看出来，但是我看他的神情神态步态包括这个人民日报也好，这个新华社也好的宣传口径来看那么这件事情平稳度过平稳度过，大概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把今天的主题讲完这总结一下，第一个，川普总统说是他取消的这个中美贸易高层会议说明什么？说明美国方面还是不想跟中国谈，中美关系短期之内不会有任何改善，美国方面会继续按照既定的部署做他的各种动作中国方面应该还是没有办法打开这个局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视察这个安徽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政治局常委们就出来走走大概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请大家尽量的简洁，好吗？我们可以多读一点啊。好，明谢 Peter S， 谢谢 Paul 孙，谢谢 Mike 朱，谢谢 Hoshi X， 谢谢第一批加入会员，今天徽章已经变成6个月的啊，谢谢谢谢。10个多日后，在此第3次要求王 Sir 接受我的推特啊 ，Hoshi X 10 OK 好，意识误杀不可怕，意志误杀很可怕 OK， 注已经取消了，请你打开看看 OK。贵人111，谢谢啊！3软3硬是一个脾气又坏又没本事，只敢打自家孩子的无能的人。OK， 好情况，今天第一批会员的标志会变成橙色，满6个月。OK， 晚上大家都来打卡哦。OK， 情况，卢卡申科退却了，要举行公投和下台，连俄罗斯高官都谴责。看来普京想出兵也不可能了。包子现在是不是瑟瑟发抖？他的老师要下台了。其实普京就一直没说过要出兵啊，没说过出。普京说的是什么？普京说的是他会军事援助啊，就是提供武器啊，但是没有说要出兵啊。观点：昨天和朋友聊美国大选，我说我个人喜欢川普。和美国其他政客相比，川普的喜怒哀乐都明显表现出来，有时候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而是一个很普通、很真实的普通人，所以对他比较有好感。而朋友说觉得川普是装成这样，这种人才更有城府。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王老师说的，川普是个富二代性格，也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点担心川普会被中国继续骗。朋友说就算拜登当选，一样会反共，没有美国总统会不为美国着想，非常正确，其实是一样的。就在这里，我还是要讲，就是说，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这个拜登当选，他们一定会对中国很强硬。为什么？因为其实美国总统他背后的这种政治势力对他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并不能够自己叫前刚独断，这是不行的啊，他会有很多的后果的。所以美国总统是要顺应整个的政治潮流啊，这国家的民意要考虑民意，要考虑民意代表，要考虑他的一系列政策，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高兴怎么来就怎么，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美国人也不傻，就是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很傻很笨啊，这是绝对是一个误判啊。美国人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人一定会不被人欺骗的，一定会有人欺骗你，不管你多精明多好。为什么？很简单，你不可能天天带着盔甲出门的啊，你总有不带盔甲出门的时候。你不带盔甲出门的时候，你可能那天就被骗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想一下，任何人都会被骗，不管你有多聪明，也不管你多笨，一样都会被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然有些人会更警觉啊，更警觉，或者是一直保持，因为他一直被骗，所以他一直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一直处于被骗状态，所以中国人连这个石头都要翻起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是中国人啊。但是其他国家的人并不是这样，所以美国人会被骗，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你不要给他发现了，给他发现了，你有好果子吃。所以这个问题，他并不是说他笨才被你骗，他只是没有防备。但是你骗了他一次之后，等他防备的时候，你就很难取得他的信任了。
所以你说川普总统会继续被中国骗，那你就太不了解川普总统了啊！川普总统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川普总统的他的这个直觉是很厉害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是你要跟他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也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他的直觉，他的反应是很灵敏的，他的反应是非常快，你就看川普总统的记者会你就知道，一个70多岁的老头啊，对那个记者的弦外音、言下之意等等，暗示挖的那些坑，我是记者出身，我一听那个问题我就知道这里面至少有2坑。川普总统就从旁边走过去，没有掉到坑上。川普总统很少在记者会上掉到记者挖的坑里面去，很少很少。所以川普总统一点都不傻，他很厉害、很精明的人啊。观点，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骨子里都很强硬，但是他们又很愿意表达出自己的友好和热情。友好就是把对方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热情就是希望对方缔结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一旦触犯到他们的界限，他们就会立刻强硬起来，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他们真的是很热情，很友善，但是你就不要去侵犯他。如果你真的有侵犯他的意图，有侵犯他这个意愿，被他发现了，你会死得很惨。这美国人，我们就上个星期，我们邻居端了一盘这个面包，他自己烤的面包送来，说啊欢迎你们呐，这个讲了一番非常非常友好的话，他说这个送给你们，然后就盘子都送给我们，所以真的很热情，美国人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观点早上节目错过了，人民币国际化是假的，原因货币流通来自于贸易，贸易来自于不可替代，中国贸易大国地位来自于4亿非人待遇的劳动力，步入高龄社会，劳动力密度强度日薄西山，而科技研发、高精设备、商业模式、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乏善可陈，被取代只是时间问题。常见流通货币占比完全等同于该国输出能力不可替代性占比，中国不可替代性约等于0，如小国用美元做本币一样，开放自由兑换，人民币将消失。哇，这个一句话当2句话说，中国的制造业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业。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产业链就是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产业集群这个没有国家可以跟中国竞争，中国在这个领域做得很极致，所以在制造业这个领域，中国目前没有对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叫什么？我们叫人工成本肯定不是最高的但是也不是最低的。那么中国的这个人工成本现在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劳动法劳动法是个恶法，劳动法这件事情让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成本，其实并不是这个钱并没有花在员工身上，是花出去了，但是没有花在员工身上，员工并没有得到好处，但是企业付出代价很大，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叫劳动法。劳动法是个恶法，其实对中国的制造业影响非常的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社保，这2个负担是非常，对于企业来说负担是非常重的。那么现在这2个负担对企业来说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呢，中国的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我刚才讲的这个方面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整体社会成本在上升，比如说交通运输成本，中国是全世界最高的运输成本之一啊，等等，很多成本都在上升，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在受到一个极大的压力，就是成本压力啊，成本压力。那么，但是尽管是这样啊，就说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技术的这种产业，它随着这个成本的上升，他们就有被排挤出中国的这种趋势啊。那么最多的就是往东南亚去，但是那种稍微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这种制造业，它仍然在中国仍然会发展，仍然非常强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就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啊。那么中国的制造业有没有问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就会影响什么？影响中国的出口。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在回落？原因就在这里，好吗？但是你说它短时间之内中国的制造业会不会被替代？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产业集群没那么容易走的。产业集群它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在一起，它抱团取暖啊，所以它一般不大容易把它们给连根缠起，那是不大容易的啊。提问：您认为中国政府唯一的朋友是华尔街？请问这个观点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就基本上叫狼狈为奸吧，狼狈为奸就是对于华尔街来说，中国是他们还没有开发的一个最大的市场，目前啊，那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开放啊，那么其中现在是这个股票市场，一个是股票市场，一个是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开的比较彻底一点。但是对于外资来说，债券市场只有国债，其他的不敢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股票市场，股市外资开始进入啊，但是其实真正对华尔街来说，真正有吸引力的并不是这两块市场啊，这两块市场它当然拿着基金的钱去投资也可以，也没有话讲。但是真正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是什么？他就是跑到中国去做生意啊，不是代客再去炒股票，不是的，他去提供金融服务的生意，他们想跑到中国去做，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去年银行业的利润，中国的银行业的利润2万亿啊，2万亿，就中国的银行业挣了2万亿。如果我觉得外资企业要去的话，估计得挣4万亿。你说是不是一大笔钱？万亿啊，那是很有钱、很挣钱的。那么现在呢，中国正在用这个市场引诱华尔街。华尔街受引诱吗？受抠吗？受的很受，所以他们很想干。所以我就说，目前中国政府唯一的朋友就是华尔街。华尔街想去挣钱啊，有错吗？没错。资本就是要逐利的啊。观点：我比较看好川普准备推出的继续减税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21%降到15%，也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减税在他第一任中起了很大的拉动经济作用，我继续看好。美国民调也显示，大家认为川普在经济方面的能力比拜登更强一些。对于通过行政措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我个人觉得是违反制造业在全球有机分工的经济规律。美国本身的产业优势是服务业和第三产业，而不是走回头路，非常正确。我也是看好，我基本上很同意这位网友的意见，减税政策是对的，然后这个制造业回流不靠谱啊，就这个啊。但是减税政策要小心，小心在哪儿呢？就是你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啊，这是个庞大国家，大幅减税对美国的财政是有影响的啊，影响就是它能不能应付得过来是个问题啊。其实如果你减税减猛了，然后你又没办法要去举债，要去发行债券，
其实还是要算一下账啊，要算一下账，算什么账呢？就是大概你得知道我是减税合适呢，还是举债合适。那么也可能减税举债没有减税好，就是或者就不应该去减税，以防这个债务的增加。因为现在美国的债务这2次措施出来，美国政府的国债已经到天上去了啊，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减税是个问题啊。情况记得当年胡锦涛到我们东北4线城市视察时，市委市政府公检法的所有公职人员都加班参与保卫，主要是保卫方式是除了站岗的警察外，其他人穿便服，化身为人民群众，一直跟着胡在街上亲切互动，所有发出呼声、掌声、口号声以及握手的都是这些穿便装的机关干部，普通老百姓是近不了身的。不过涛哥的警卫正是跟习的一出门就密密麻麻的警卫比，那都不算事儿啊。习的现在的警卫，就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有一次习去那小区，那个就是排着队的那个武警，大概有半公里长，这个情况啊。情况我读高中时，我一个同学在现场见过温家宝视察，工人是由警察办的，他在旁边换上工人衣服，再撕烂一点，上去和温握手。中共自古以来都是欺骗是中共的基因，非常正确。观点，对老百姓来说，日子好过就行，管他什么统一还是分裂。现在污名化军阀了，庚子事变到1927年。是经济和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几年，下一次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Okay. 情况发达国家60-70岁不算老人，60-70岁工作厉害的非常多，强国污染环境，食品质量低劣，表面上赚便宜了，实际上是降低自己的人口质量。中国人50岁就开始各种病痛，甚至现在30-40岁就有慢性病，怎么能和别人的劳动力质量相比？这是哪一出啊？这个我没看出来啊。观点，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害怕变化，害怕哪怕一点点不确定性。如果改变，哪怕带来一点点的不确定性，就算结果预期会远好于当前的状态，他们也会找各种借口拒绝改变。那些说中国不能改革，改革就乱了，我觉得他们就是被这种恐惧改变的心态支配了。这种恐惧的背后是对自己应变能力的严重不自信，以及身体和思想上无可救药的懒惰。有吧，有这个因素，但是不完全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惊弓之鸟，就中共折腾，你想一下，中共从1949年到现在搞了多少运动，一动不动就搞运动，所以中国人已经变成什么惊弓之鸟，就一看运动就吓死了，觉得这没有好事。所以不完全是你说的这个思想上的懒惰啊，这个不自信啊，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跟中共有关系。中共的这个折腾了这几十年，把中国人给折腾怕了，就是中国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一个是惊弓之鸟，另外一个被骗怕了，啥都不信了，连看见那个砖头都不信了，都得上去捏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因为太多假砖头。什么叫假砖？你看见那什么武术大师啪啪啪在那砍砖头，砖头都是假的。所以中国人就是一个是惊弓之鸟，一个是啥都不信啊。问题，如果台湾做一个是否独立的全民公投，获得联合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可，让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进驻台湾，中共还敢武统吗？这就是以世界为敌了。你是在问我吗？
基本上来说，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但是我可以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知道进行全民公投是有程序的，你首先要有一个法律让你来做这件事情。台湾有没有这个法律？台湾我印象中就是选择独立的法律，就是能够，他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进行全民公投的法律，让大家选择独立还是不独立，没有这个法律，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公投不会发生，除非你去通过一个这样的法律，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独立，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现在台湾没有，现在台湾是独立国家，中华民国在1911年就建国了，它没有不独立，它是独立的国家。所以理论上来说，台湾需要独立吗？台湾不需要独立，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你说我非要去建立，放弃中华民国，我要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那是另外一件事，那就不是独立的问题，是建国的问题，对吗？就不是台湾独立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问题。那你要通过一个法律去通过一个这样的事情，你才能做这个动作，否则你做不了这个动作。目前应该还没有这个法律啊。观点：奥运会推迟到明年，希望大家一起呼吁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支持香港。只要在运动服上加一个雨伞的图案，就是对香港的支持。OK。观点：王老师不要在推特上老是怼别人，别人有坚持错误观点的权利。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声音最大也不是一定最正确的，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好，我就要讲一下这个问题啊。那是这样，我也会怼人啊，我也会被别人怼，那么我也会被人拉黑，我也会拉黑别人。有人喜欢跑到我这里来跟我讲他的观点，我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听他的观点，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非要我听，所以我把他拉黑。那么有些我看到我不想看，比如说我今天有人在这个推特上说中国会取消纸币啊，因为数字货币出来以后会取消纸币，我就上去怼他，我说你确定吗？这个太扯了吧，取消纸币这什么情况？因为我觉得这不 make sense， 这太胡扯了，所以我就怼他。昨天我在推特上批评这个魏京生先生他的一段推特的话，我觉得魏京生作为一个民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军人物，他讲那番话我不认同，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我有非常大的意见，所以我就上去提他的，我就发表了一段议论。如果你也能把说这段议论是怼他啊，可以这么说，这就是我在推特上的表现啊。我在推特上我不隐瞒我的观点，我看到不同的意见我会说啊，但是是不是怼呢？也不能完全说是怼。我通常会怼谁呢？我通常会怼两种人，我会对其他人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不觉得那是怼，但是我真的会怼一些人，对一些什么人呢？第一个五毛我一定会怼啊，我一定会怼完之后拉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明显的带风向了啊，带风向就是我认为他的那番话跑到我这里来说的那番话是来带风向的啊，带风向我就一定会怼回去，就这两种情况我会怼啊。那么五毛我当然毫不客气就会怼的了，就是上来骂大街啊，各种脏话这种各种我就毫不客气，而且我甚至会鼓励大家，我们一起用鞋底把这蟑螂拍死，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会在推特上面继续做这个动作啊。当然有人讲，王先生你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不同的声音啊？
不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我在这里特别的再讲一遍，我以前讲过很多次。共产党经常讲一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真理从来不是辩论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辩论从来不能够让真理变得更加清晰。辩论最后是什么？辩论最后就变成吵架。所以我从来不辩论，我从来不会在推特上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因为没什么好讨论的。为什么？推特上面都是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我不会接受你的意见，就像你不会接受我的意见一样。所以我在推特上面，第一，我不讨论；第二，我也不会去说服别人，我会陈述我的观点。但是呢，你愿意接受你就接受，你不愿意接受，你把我拉黑就拉黑，取消关注也可以，这个都是正常的事情。但至于说要不要宽容一点对待其他的人，我不要求比其他人对我宽容。你要是觉得在推特上面，你要是觉得我的话你不爱听，你把我拉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啊。同样的事情，你讲的话我不爱听，我也把你拉黑，我们各走各道。拉黑在推特上面不是枪毙的意思，是我们各走各道，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就是这个意见。所以在推特上面，你不可能跟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讨论明白，讨论不明白的。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广场，东插一句西插一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是讨论不清楚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会去讨论问题，我也不会把自己装得好像很宽容一样，我没有。你说服不了我，除非我有事实错误，那我出现了事实错误，我马上认错，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观点，对不起，我不会改变我的观点，除非这个观点是基于一个错误的事实，那我会改变，好吧？我是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我成为过众矢之的，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情况，我很少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不用为我担心，谢谢你啊。情况听说深圳疫情管控措施陡然升级，很多超市进入需要人像拍照并记录身份证信息，比上半年最严重的还要严格，好像不是这样，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只是推特上有一张照片，所以如果要用现金的话要登记啊，没有说陡然升级的情况啊。观点，我的朋友30年前移民去香港，挣了不少钱，这2年又转到大陆发展。他亲口对我说，他不关心政治，只管自己过得好就好。他也赞同国安法，他说等拜登当上总统，中国现在局面就会好。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如果他能过好也没啥，就是因为他没有出卖过什么啊，他没有干什么坏事，他自己过自己的就没啥，他有他自己选择他政治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什么？因为那可能他就是他的政治取向，这个政治取向是他的权利啊。至于说他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意向，我不知道。但是从你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情况来看，他只是叫什么？他只是一个蓝丝，一个普通的蓝丝而已啊。观点，对政治人物，我们应该主要关注他们的政策的社会效应和效果，而不是隐私德。历史上，希特勒爱好音乐，不抽烟，终身只有一个爱人，这是很好的。让我们警惕将私德和政策和政治观点混为一谈的倾向。观点，幸亏王老师博学又客观，对中国产业集群讲解得很到位。刚才一位网友说中国出口制造业工人非人的待遇，这话应该是外行吧。我从事出口20年，
每天与制造业打交道。我认识的长三角200多人的服装厂，部分工人和管理人员2-3年就可以买车买房，只有工厂老板自己知道有多苦。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创业难了，各种成本越来越高，身边没有人敢再投身创业，更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不再闷声发大财。倒车开的心痛啊，就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有一个，你的观点基于什么产生的啊？我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我的所有观点都是基于事实来的，我的每一个观点都有事实基础。如果这个事实改变了，我的观点也会改变。大家记住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不要去坚持你的观点，要坚持什么？坚持你形成观点这个逻辑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和观察，随时调整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个客观的态度，好吗？这样会比较，我们就生活的会比较清楚明白，也比较轻松啊。好，明线贵人111，谢谢。这种性格连追女生都成问题。OK，Daniel 梁，谢谢。Rainy Mac， 谢谢。WQ 楚，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支持王老师。贵人111，谢谢。Vivian ZY， 谢谢。林建辉，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自己的院子，谢谢啊。OK。